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川普最後一搏，點名他說要轟搞山哦。另外一頭，伊朗的方面全面開炸，他這一次鎖定的地點是在亞馬遜，在中東的地區哦，怒嗆他接下來還會毀滅整個中東地區。另外一方面，現在荷姆茲海峽再加上紅海前行來鎖喉，全球的能源命脈被鎖住，中東是否戰火全面失控？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做深入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苑老師。思密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節目開始之前，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按下熱推薦，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一樣的我會親自的來做回復，也可以寫下熱推2個字。好。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會員頻道在寰宇新聞環球大戰線的主頻已經成立了，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成為會員朋友。今天的節目美伊戰事，趕快來看到的是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他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三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搞山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搞山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2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廷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搞山真的下手嗎？漢廷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
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這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啊，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锁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稿山呢？啊，7月13號，川普還說啊，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啊，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哎，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稿山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稿山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的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稿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稿山之後，我講一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稿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
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啊，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講的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如干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呢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来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
那另外還不要講說它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美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每天在，就是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他媽幾個月了，對不對？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斯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這樣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看那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五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啊，缺水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經濟，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葉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我們來看到最新的貿易戰，川普押上了美國國運這一次祭出的最新關稅豪賭，301條款再次的開火了，50國確定會遭到殃及哦。加拿大的部分是最受害最慘的，這個關稅的部分啊，升高到了50%。美國真的能夠重返製造業霸權嗎？還是把盟友推向中國大陸呢？如果您覺得這個關稅戰實施下去對美國有利，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國根本就是賭國運，對它完全毫無意義，幫我們留言寫2。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川普的關稅戰沒有退場就算了，現在是在完全的做一個全面的升級。大家還記得嗎？今年的2月份，我們再稍微回顧一下哦。最高法院裁定關稅違憲之後呢，川普就用了另外一個1974年貿易法，祭出了另外一個150天的臨時關稅。好，眼看着這150天快要到了，剩下大概2-3天而已。所以最新也是今天早上我們看到的消息，川普準備來援引的就是301條款，這一次呢，他要再繼續的延續關稅戰，以什麼理由呢？強迫勞動為由，針對全球50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戰。好，這個關稅戰當中呢，他也特別去強調了呢，不只是針對國家，也到了部分的產業。其中2個產業是我們今天節目要特別關心的產業，第一個就是學名藥的產業哦，第2個就是鋁產業。好，學名藥的產業的部分是這樣子，它會對這一些進口的學名藥課徵100%，甚至最高到200%的關稅，就是希望說，製藥也是不是能夠在美國自己來做哦。那麼另外就是鋁業了，它也希望能夠美國製造，所以接下來呢，鼓勵企業到美國去設廠，如果你願意的話，關稅就會從50%降到25%。表面上，川普是用這個關稅來逼各個全球的製造業回流到美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這樣做其實已經真的撕毀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間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也是在這一次關稅戰當中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個國家。趕快來看到細節，最新消息，美國對加拿大會加徵50%的關稅，涵蓋的範圍也非常的廣哦，一系列列出來給觀眾朋友在這邊看。那麼進一步，除了50%
50%的關稅，還有第二個稅叫做野火關稅。那麼金融專家也開始做了警告，如果說這個50%的關稅全面真的在加拿大落實的話，接下來加拿大的經濟恐怕會造成他形容這個叫做毀滅性的一個重大打擊。真的嗎？只有毀滅加拿大自己而已嗎？美國就不會受傷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因為川普，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他要來強化鋁業的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美國大部分的鋁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甚至呢，鋁的供應有一半都是來自於加拿大。原因是因為加拿大這邊呢，鋁需要用到電嘛，那加拿大是靠水力發電，可以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美國它的電力成本現在還是非常的高，所以看起來還是得依賴加拿大。那麼在40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也都沒有辦法建立任何的大型的鋁製煉廠，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自己做起來嗎？大家也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另外就是一旦美加的關係受挫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接下來加拿大的政治態度，會不會轉向中國大陸？因為現在有許多的專家也做了這樣的預估，這個問題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來看。好，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上一輪的關稅戰，川普希望製造業回流，看起來是沒有達成。這一輪的關稅戰，他也希望祭出301重建美國製造，真的可以解決嗎？另外就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壓力有辦法靠關稅戰來解決嗎？漢庭怎麼看？可憐吶，現在川普完全就是為了面子死撐，難道他要放棄關稅嗎？難道他要公開的宣布關稅戰失敗嗎？不可能，那等於是公然的把自己上台的正當性給推翻了，也把自己過去自己少數能夠吹噓的政績給推翻，所以他不能承認自己有錯，只能夠一路走到黑，繼續告訴大家關稅好棒棒啊，那都是大法官亂搞，都是最高法院亂搞，所以呢，我要繼續幹。因為我們如果去看一下過去的數字啊，2025年他打完了貿易戰之後，美國的全球的貿易逆差反而是增加了。2017年的貿易是5666億的逆差，到了2025年打完關稅戰之後啊，變成是9000億美元的逆差，越搞越多，而且呢，他心心念念的制造業回流，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卻變成了制造業大逃亡啊！有多誇張呢？美國2025年關稅政策實施以來，制造業的崗位連續8個月減少，甚至呢，在2025年4月這所謂解放日實施的10個月內，制造業流失高達了89000個工作崗位，那相當於全美國有2800家的中型工廠倒閉，所以有沒有效？太有效了，就是會讓大家發笑。那因為最後發現是什麼呢？根本不是什麼外國的這個出口商來付款嘛。紐約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研究，2025年的關稅基本上有90% 都是美國的企業跟消費者自己來承擔的。他收了多少錢？他確實是收了很多錢了，大約總共收了有2870億的美元。好了，你看我們一年增加了將近3000億美元呢。以前的關稅大概1個月才就是沒有很多，這相較增加很多錢，但這些錢90%都是美國老百姓自己出的，那到底有什麼用？那實際上你並沒有增加到額外的收入，反而是轉嫁給了消費者。而且大家都會採取報復性的關稅，更導致美國自己的出口也受到了阻礙。貿易戰不是單向的啊，美國關稅，那其他國家也會有報復啊，所以會讓美國的出口商自己苦不堪言，全球的貿易也陷入混亂。而且再來第三，這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貿易政策，讓企業也不敢輕易的擴大投資。哈佛商學院的研究就指出，許多企業因為它貿易政策頻繁變動，它都取消了投資計劃。所以，川普用關稅沒有築起什麼美國製造的堡壘，而是一個阻礙全球貿易的壁壘，甚至也阻礙到了自己的順利連任。好，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真的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再次的打上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嘛，這個受傷最深的就是加拿大，兩個關稅可能被課，一個是貿易戰的50%，另外一個叫做野火關稅。所以呢，加拿大現在非常生氣，也強硬的反擊。首先，加拿大這一位是安大略省的省長，他直接痛批說，除非美國撤銷對汽車跟鋼鐵的關稅，否則不會解除對於美國葡萄酒、烈酒的禁令。更批評川普是惡霸，他認為說加拿大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示弱，應該要站起來以實力談判。
加拿大總理則是說，接下來的幾週他會跟川普來進一步討論可能的協議。再來以政治面來說，是加拿大的前副總理方慧蘭警告，美國過去80年是西方聯盟的核心，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加拿大人質疑說，到底可不可以信任美國呢？甚至有許多的聲音現在也說，美國持續對盟友施壓，恐怕導致加拿大進一步倒向中國大陸。好，另外一方面，剛剛我們提到了嘛，現在美國這麼需要加拿大的鋁，但是他又希望能夠自產。如果真的做不出來的話，未來拿不到鋁，對於美國產業有哪一些重擊？那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这個加拿大實在是非常倒霉啊。這個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野火關稅？你聽這個名字啊，就是說大概在上個禮拜吧，就是紐約華盛頓的話呢，空氣品質非常差了，就因為加拿大太大了，加拿大的夏天遇到了野火的時候，人根本沒有辦法滅火，就讓它自生自滅，一直等到雨下來了，就自己去過加拿大跟美國的話呢，就知道，因為加拿大那一帶的話呢，他們這個野火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處理，所以這個長期來講就到這段時間，然後那個川普他不懂。他不懂，他什麼事情就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無知之徒他認為關稅是萬能的，所以說加拿大的野火使得美國這個華盛頓的空氣不好，那就要用野火關稅。對，野火關稅你要抽什麼東西了？美國自己有野火，加州的野火不是也是自生自滅嗎？人家沒有人會想到這個，這是第一件。那第二個學名藥，學名藥就是仿製藥學名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東西取名叫學名藥大家稍微查一下，但就會知道學名藥是因為美國的藥太貴了所以說大家帶了學名藥，學名藥其實效果是接近，都是一樣的化學功能嘛，所以說這個加拿大本身來講也不一定是加拿大，但是那個什麼布洛芬什麼的，就是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美國莫名其妙說加拿大的毒品輸入的單位，然後要罰動不動就100%什麼的，主要是講的這個事情。因為說對講情況，加拿大一開始的話。想要很認真的對待美國，就被打懵了，都搞不清楚。那現在發覺的話呢，美國對於加拿大的真的是直接就講予取予求那其他的沒有被講到的原因，並不是不講，而是川普的地理知識只認識加拿大。都沒有別的地方，所以什麼事情都講到加拿大。那現在的話呢，他就會發覺說，加拿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利資源非常豐富，水利資源豐富代表電便宜，然後這個煉鋁完全是靠電這個大家都學過嘛，那基本上國中化學你們知道，這個鋁的煉製的過程當中，所以美國鋁是重要的國防科技裡面的一份，製造飛機或者說所有輕型，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加拿大，但是你們這邊問到了一個問題，講說會不會自動的把這個加拿大推向中國？我告訴大家，國際政治沒有朋友，只有利益，請大家永遠記住。對加拿大來講的話呢，馬卡內他說過，我們是中等發達國家，不能夠跟中國跟美國比，但是我們會堅守自己的立場，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有關於整體關稅戰的影響，等一下也請那個幹哥來繼續帶我們看。那現在也在說，為什麼川普一定要繼續的延續他之前的關稅戰，就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還有國庫現在錢真的是不夠了。我們來看到一些具體的數據，民調顯示60%民眾不滿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且呢是專家說的經濟學家示警，美國未來1年有衰退風險，陷入停滯性通膨。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債了，大家都知道已經突破39兆美元，占 GDP 超過125%，關稅能夠成為它的國庫重要收入嗎？真的做得到嗎？幹哥怎麼看？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殺雞取卵那個是飲鴆止渴的東西。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實經濟學者對於現在美國的經濟的成長率普遍都持負面的看法。為什麼？好，這也拜 AI 之賜好不好？就是說現在最近我跟你講美國經濟連6年都成長 ，AI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是第一個就是因為 AI 造成的很多富翁跟富婆都是因為投資這個東西而賺錢的。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就是富有的消費者，就我剛才講的富翁跟富婆，他們因為投資 AI 而賺到了錢。那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就是那個資產的增值，因為這些人資產增值，所以消費力又提升了。所以這3個叫做3A 現象，3A。AI 跟富有的這個投資人，還有呢他們的經濟的資產的增值，都是 AAA。好，那問題是，專家就說了，那都是你們富有的人我想請問一下，
80%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戶，甚至連游民都算進去的話，請問這80%的人有賺到1毛錢嗎？也許部分中產階級他們有部分的股票，但是他們真正獲利以及他們回吐以後，他們真的能夠在這 stock market 裡面真的能夠賺到他們應該認為我所得到的富貴嗎？其實說句實在話，很可憐，他們幾乎是不可能賺得到的。所以說，專家認為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AI 投資的狹隘會讓你有一種經濟成長的基礎，那個是浮光掠影，那個是錯誤的解讀。當然，正確的投資當然可以得到正確的財富，可是，在 AI 過熱的情況的底下，每一個就是說訓練有素的專家都在制止。他們說很簡單，我們去看通膨的數字就好了。為什麼？今年4月的通膨美國已經達到了3.8%。他說這個可能會到4了，只要超過4的話，那川普你皮就癢了，你知道嗎？你就等着被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撻伐。為什麼？因為到4就很可怕了。現在平均的薪資成長率不到3%，所以請問一下，通膨到了4%以後，美國還有什麼好講的？這裡從油價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美國的一般的家庭碰到了油價就是皺眉頭，為什麼？一加油就皺眉頭，一皺眉頭他們就知道說，哎呀，這個月還是要勒緊褲帶，你不能有多餘的支出。這就是什麼？這就是油價跟通膨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那這樣子互為因果是什麼造成的？因為戰爭造成的。如果戰爭能夠在這個月之內結束的話，美國在期中選舉權的經濟可能還有救。但如果不能夠立即結束，因為至少還要3個月才能夠讓通膨回到可以被接受的數字，這就是專家告訴大家說，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川普想要終止戰爭，還想要跟加拿大爭重稅，那你就曉得美國的經濟會變成什麼樣子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中俄艦隊開火了，正式的要來關心到的是南海仲裁。當初美國提出來了，現在反噬日本哦。北京的部分則是反將東京一軍，強調你所謂的沖之島根本是礁，不是島。有關於海上的競爭，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比較厲害，在這邊略勝一籌的，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現在日本佔盡優勢，留言寫2，一起來跟我們做互動。這一次在太平洋地區，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已經正式的開火了。中俄的聯合艦隊，來自於日本防衛省最新公布的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呢，他們都出動了他們的艦隊哦，包括有哪一些細節呢？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出動的是055型的鞍山艦，還有它的052D 開封艦，還有它的903A。艦隊，再來看到俄羅斯的部分，它是出動了它的20380型的護衛艦，一路呢就這樣雙方一起航行到了沖之島的西南海域。不僅如此，現在特別備受關注的就是這個實彈射擊發生了，真的開火了。它是中國大陸的開封艦，我們剛剛特別提到052D哦，在沖之島礁的西南海域進行了實彈的掃擊。日本看到之後，這次真的是嚇壞了，他就在這邊日本的防衛省證實，首次確認。確實有中國軍艦在日本的 EEZ， 就是它的經濟區內實施實彈射擊，因此呢，緊急派出了護衛艦5月雨去現場來做監視，並且提出外交的抗議。那中國怎麼反應呢？中國是這樣說的，立刻的嚴正的跟日本說，沖之島這裡不是島，根本就只是礁岩而已。所以呢，是依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你是沒有實質可以
資格去主張200里的專屬經濟區的。中國軍艦因此可以開到這裡，這個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現在看起來是法律戰已經開打了。那中國大陸也在這個敏感時機特別提到了，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南海仲裁案。關鍵的敏感時機就是因為大家還記得嗎？當初呢，在這個南海仲裁10週年之際，美國聯合了多個國家，包括了日本、菲律賓等14個國家，一起去向中國大陸施壓。所以中國大陸也現在做了一個反制哦，反而我們現在看到呢是這一刀是砍回了日本的身上。我们看到北京怎麼說的？他說呢，如果你說好，你要依照南海仲裁也是可以，那我們就來看看好了。當初南海仲裁特別講了太平島的部分，有50萬平方公尺有人活動的太平島，你說這裡不能是真正的島嶼，那我們來看看你所說的沖之島好了，這個面積呢更小只有10平方公里的沖之島，你怎麼能主張這裡擁有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呢？更何況沖之島礁是日本只是靠着人工加固、防波工程跟珊瑚護養才勉強可以維持住的一個島礁，你怎麼說可以說你擁有這個專屬經濟特區呢？所以針對於中俄的動作，漢庭怎麼看？尤其我們看到還有實彈射擊都出現了，是刻意用法律、軍事同步施壓日本嗎？漢庭怎麼看？你看這沖之鳥礁它漲潮時候水面露出的面積大概就2張單人床那麼大，結果日本呢，就是氣急敗壞跳出來說：“這個中俄聯合艦隊在我們這個床墊附近的專屬經濟區進行實彈演習。”這就好像你鄰居在太平洋中央放了一個臉盆，然後理直氣壯跟你說：“這方圓200海里都是我家私人游泳池，你跑過來游泳就算侵權。”你看，你就把2塊大石頭，然後當成是大日本帝國領土延伸，這日本是有妄想症。所以這一次中俄聯合艦隊的行動，它也不是單純武力上的展示，而是呢凸顯了日本的雙標，而且在法理跟軍事上都是一種打擊。第一個從法理上面來看嘛，就是沖之鳥它是岩礁，不是島。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不能維持人類居住的這些岩礁沒有資格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所以中俄艦隊這次去就是用實際行動在太平洋上拉起宣告。公海就是公海啊，你這2塊石頭沒有辦法來搞圈地。日本想要用這2塊床的大小，要主張的是42万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海域，這有多大呢？就這個面積超過日本本土的陸地面積耶！你一塊10平米的石頭，想要伸出比日本本土還要大的海面，這不是國際法，這叫魔法。那日本呢就抗議，但他抗議很有趣。你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很壞，但是日本防衛省自己也承認，這項活動沒有違反國際規則。那你抗議個屁！而且呢，大陸在射擊訓練之前呢，都有無線電向附近的這些日本自衛艦隊都有通報我們訓練什麼時間什麼區域都通報了。目前也沒有任何日方的船只受到損害，都沒事都很平安所以再來，我們來看到在軍事層面上，就日本平常最喜歡跟着美國老大哥後面跑到台海南海高舉自由航行。那現在大陸跟俄羅斯也是來到西太平洋示範什麼叫自由航行。你日本為什麼要急得哇哇叫呢？你又要派這什麼5月號啦，然後要去警戒啦，然後要去這個到處監視。那你監視其實也沒什麼用，因為你實力不夠那這一次最關鍵就是未來它是常態化存在。其實大陸跟俄羅斯已經是第7次的海上聯合巡航，從青島出發，穿過宮古水道，直奔沖之鳥。下一步呢，可能還要沿着日本列島來繞行。這意味什麼？就第一島鏈對於大陸跟俄羅斯來說，已經不是鏈，是個門呢。它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啊。所以這一次呢，它的聯合巡航是年度的既定安排，全程也完全遵守聯合國海洋公約跟國際慣例。日本自己都說不違法，到底有什麼好抗議的？所以太平洋是世界各國的太平洋，不是誰家的後院，更不是你家的浴缸，更不是任何人呢能夠拿一塊石頭就能夠點石成金的私家領海。
好，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苑老師怎麼看？所以等於說，中俄從2個方向來報復日本，一個是在軍事上面有一個實彈射擊在沖之島，第2個部分是在法律上面，中國大陸提出這個南海仲裁，他就控告說這個太平島50萬平方公尺，你說不是島，那現在呢，沖之島只有10萬平方公尺，你就說這個是島，那雙標的部分，苑老師怎麼看？我強調這個事情講起來有3大悲哀了啊。所以講到這個太平島跟沖之鳥礁啊，大家知道台灣到今天啊，在太平島上還有400多駐軍啊，這原來好像是陸戰隊，現在變成海防人員了，這是我們的，這個他們在談到我們的領土啊，我們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對吧？不敢吭聲，悲不悲哀？你自己講，說句良心話啊。然後第2個悲哀的話呢，就是這個裡面涉及到在大陸從頭到尾，你南海仲裁的話呢不承認。我們在台灣，我跟你講，有一個失智的人叫馬英九，他基本上曾經針對於這個太平島不算島，然後沖之鳥礁算島，他就提出抗議，因為他的論文好像就是寫這件事情的。那麼這裡頭當中的話呢，這大家都問到說，哎，你大陸啊，原來又不承認這個仲裁，現在又承認了，這個仲裁不是真正的國際仲裁的。大陸10年前，但是我跟大家強調，只要涉及到國際的領域，講的永遠是實力、現實主義。你那個時候的話呢，為什麼和平島當初會劃給中華民國呢？很簡單，美國人劃的。這個就是他有實力，包含在釣魚島，這是第2個大可悲的事情，就是說你強的事情，你講，你剛剛這個漢庭這邊一講，日本的話呢，又說不違法，又要抗議，你又不違法抗議我們比較禮貌一點，不好講抗議。但是那個第3個可悲，大家不要忘了，現在這個環太平洋軍演還在進行啊。那這個中俄之間的態度不就是針對這個環太平洋軍演搞到7月31號啊？今天才7月22號，他不就是針對這個來的嗎？所以說日本人就是說，你美國不吭聲，我就不要吭声啊！美國吭聲了，我跟他喊一喊。這個其實講起來，大狗帶小狗，突然看到老虎來了，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這道理就這樣子啊。所以說悲不悲哀？我覺得蠻悲哀的。你現在搞的環太平洋軍演，搞了什麼第31屆，有什麼是說什麼31個國家參加的。現在突然都沒有國家敢吭聲，那會很悲哀啊。好，另外我們也看到說，那這一場中日之間的角力，現在說牽動到了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因為呢，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最近呢又語出驚人，他說呢，雖然他不是強調要主張日本可以擁核的，但是他認為日本現在是不是我們應該要重新來討論呢？核武在我們國家當中的安全的角色，這番言論讓中俄就提高警覺了，所以立刻也有所動作了。中國大陸的部分呢，我們先看到他說呢，批評日本企圖破壞和平憲法，走向軍事化發展。那俄羅斯就有實際的軍事行動了。21日，一架搭載核武的圖95戰略轟炸機在蘇凱35戰機護航之下，在日本公海上空飛行超過11個小時。幹哥怎麼看？好，你知道7月初。我們那個解放軍不是在海南發射了一枚 SLBM 嗎？就是潛射彈道飛彈巨浪3型。7月初的時候，你知道發射這一枚飛彈，日本很在意啊，你知道為什麼？全世界唯一被原子彈打過的就是日本，所以你知道他們那個時候的感覺就是說，如果他載了實彈的話，那日本會是什麼下場？他們非常害怕，這是一件。再來就是這次的中俄聯合軍演，那你開封艦，你幹嘛要打那個機關炮嘛？你打那個機關炮就代表什麼？實彈。所以你要曉得，雖然不是飛彈，因為那只是槍炮而已。那老實講，那只是軍演的一部分。可是那就代表 open fire， 開火了。開火你怕不怕？怕，當然會怕啊。你下一次等一下你打出來的是鷹擊18飛彈怎麼辦呢？對不對？那跟槍炮差很遠啊。所以大家曉得，日本對於這些動作，他很敏感。所以為什麼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他必須要講出那個話？他講出那個什麼話？我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日本是不是要繼續無核化。也就是說，這是已經不能夠逃避的問題了。日本如果你看，我們對面有個國家，它有很龐大的武器庫，它還有核子轟炸機隊，可是我們日本什麼都沒有啊。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開始有了，我們要開始有，當然不是馬上就要有，而是你要大家要曉得，日本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擁有核子武器，不是他們自己不想要，而是美國不准，美國不答應，所以日本連核子動力潛艇都不敢做，所以小泉這次去年他就講了，我們可以試試看，開始製造核子動力潛艇。其實我今天必須要在這邊說一句實在話，日本可以做得出任何的核子武器，只是能不能夠受到國際的仲裁跟同意，尤其是他的組織美國能不能夠答應這件事情。可是我今天也要講更重的話，如果日本你膽敢用核子武器來重新武裝你自己的話，第一個不答應的就是中国。中國一定要先制止在前面。為什麼？因為如果日本你擁有了核子武器之後，那整個區域的和平就被破壞了。為什麼？中國有核子武器不會欺負人，日本你有核子武器你會用，這就是我們兩個國家最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小泉進次郎他今天講的這句話，你要把它當成一回事來看待啊，非常嚴重。如果說他们這個法案通過的話，永和三原則非核三原則被破壞之後，日本是不是明年他就開始朝核子武器化邁進了？這對於整個區域是絕大的軍國主義復辟了，太危險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空中競賽來看到的是美軍最強空中王牌，現在遇到強敵了。殲20現在量產狂飆，另外呢，殲35則是殺上了航母。中國的天空軍團現在已經逼近了1000架。另外，等一下也會來關心中國大陸的出手卡脖子之後，美國的8萬個零件，有關於軍工的零件恐怕會受到滯走。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來看中美之間的第5代戰機的較量。過去我們都知道，美國呢靠着它的 F-22還有它的 F-35強勁的空中的優勢，被視為是美軍最核心的優勢。但是現在受到的挑戰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殲20了的戰機。我們今天會來做深度的剖析哦。美國先提出了一個很有爭議點的事情，他認為中國大陸呢，你在早期不是取得了 F-117逆中戰機殘骸之後，你可能錯誤理解美國逆中技術的核心了，導致你後來呢，中國大陸在生產殲20、殲35的時候，包括了在雷達的這個反射控制、紅外線特徵等等，存在先天的一個限制。美國長期強調的是逆中的技術。是不是單純的讓戰機消失而已，而是降低敵方雷達跟指揮系統跟防空網絡的一個反應的能力？但是問題是，這是美國強調的啊，這是中國大陸走的路嗎？答案好像不是這樣。目前看來，北京並沒有要模仿美國的意思，它走的是第5代機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模式。殲20追求的是什麼？趕快來帶觀眾朋友來看。他強調的是長的航程、遠距感知跟超視距的打擊能力，並且要結合衛星啊、預警系統、無人機等等，建立一個完整的空戰殺傷鏈，並且在西太平洋就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空中拒止的能力了。所以是跟美國的部分走完全不一樣的路線哦。那麼現在也來看到說，其實中國大陸它的5代機也發展到了另外一個新的階段，有一些新的技術融合在這當中。先來看到第一個，殲20它換裝了涡扇15的發動機，可以提升它的推力跟它的這個機動性能啊。另外，殲35的話，未來恐怕會成為中國航母的一個艦載的逆中戰機的核心，搭載航母就可以拓展它的遠海戰力，而殲20則是負責在陸基的遠程制空能力，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第5代戰機的一個體系。所以說，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批評到底有沒有道理？還是中國已經建立起自己第5代戰機的一個空戰新模式？幹哥怎麼看？
這是美國空軍自己本身內部的一項評估文章，他們認為說，那個歼20在中國而言是劃時代的一個空軍的空中武器，對不對？可是呢，可能你們完全走錯了方向了。為什麼呢？因為你們只做出了硬體，但是你們忘記了，光是有這個逆中戰機的硬體之外，你還有很多東西是要考慮的。不是你做出了這個硬體之後，你就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我們剛聽到這個話，覺得還有一點道理哦，因為他舉出了很多項。他說，其實不是只有這個逆中戰機而已，你還要有任務規劃，你還要有戰術的運用，你的電子戰的系統是什麼？你最後的軟體怎麼整合？這是一整套的。沒錯，美國空軍自己本身的評估認為，殲20它徒有硬體，而沒有這些應該，當初你就應該想到這些要配起來。結果你現在發展出了這架逆中戰機之後，你在雷達截面積上面看起來，的確很小啊，但是誰來支援你？想過沒有？好，這是美國人的論點，但是中國人的論點就不是這樣了。為什麼？中國人是認為說，你現在是把我們當做我們的殲20當做你的 F-22在看待。F-22的確它有多方面的資源，它有空中的預警機資源，有電子作戰的先前布置，它還有戰場的那個感測系統等等這些東西，它都全部要加進去的。可是我們殲20不是這樣，我們殲20是一定要在第一島鏈前面擋住你們美國人的攻擊，所以殲20老實講一句，它的作戰的概念其實是不太一樣的。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殲20現在的數量已經有500架，請問你 F-22有多少？只有180架，而且老實講，你會越來越少，我會越來越多。這個聽起來毛骨悚然了。為什麼你會越來越少，我會越來越多？美國人聽得很害怕啊。本來你就越來越少啊。F-22屬於上一個世代的產品。坦白講一句，殲20現在的真正的敵手是 F-35了，而不再是 F-22。為什麼？因為只有殲35的數量可以跟殲20來互相比較，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將來是實際上天空的真正的作戰的模式，並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個樣子。現在的殲20，它就強調我航程夠遠，感測距離夠遠，然後我超視距打擊，我有霹靂15飛彈，我還有最新的霹靂17跟霹靂18。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西方智庫都承認，霹靂15、霹靂17、霹靂18，乃至於霹靂20，這些飛彈的確值得敬畏。為什麼？因為中國在遠距離，就是超視距的飛彈打擊能力上面，真的可以跟美國一相抗衡。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在第一島鏈，我只要站穩腳步之後，現在我有500架，到了2030年，我有1000架。F-22就再也不是對手了。所以大家要曉得，敵消我長這種態勢，就是英國智庫最害怕的。對，也就是這篇文章所沒有點出來的地方。你要曉得，如果說中國人現在只知道在硬體上面去打贏，而忘記了軟體，但是你要想想看，再過5年之後，中國人的軟體會進步到什麼狀態？你一樣不能夠率先去評估它。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時期的對抗跟作戰。殲20跟殲35的他們的整合能力，到了再過5年之後的2030年代，一定會比你美國現在的 F-22跟 F-35要來的先進。為什麼？因為敵消彼長，就是這個道理。好，不只是技術上面，中國大陸跟美國比可能會比較先進。另外就是干哥剛剛特別幫我們提到有關於這個產量的部分，現在也是美國比較難跟上的部分。因為呢，剛剛講到了嘛，殲20，英國這邊說可能2030年就會達到1000架，中國大陸的部分，那靠的是什麼？其實現在呢，靠的就是大陸的這一間成都飛機工業，它呢使用的這個是
黑燈工廠，就是說24小時不斷的在量產它的歼20哦，透過的是自動化跟人工系統，這個生產值大幅提升大約150%。相對來說，我們看到 F-22，因為這個成本真的是很高，那生產線也暫時因為生產線不夠，所以關閉，到現在大概只有180多架而已。那部分的這個美國的 F-35，我們也來看到現在部署在日本、南韓、印太地區，預估2040年前會超過1700架的交付。但是整體來說，這個對於跟中國大陸相比的話，這個量比得上中國嗎？另外，對於 F-35接下来它的衝擊威脅又有多大？那苑老師汉庭怎麼看？纯光是量能就是最大的差別，就是歼20呢，而且都還是國外的研究認為說，現況底下呢，每3天就有一個全新的歼20走下生產線，所以未來呢，到2030年会有1000架的歼20。但是反觀 F-35呢？或 F-22呢，其實都生產非常的緩慢。F-22的生產線早就已經關閉了，而且最後就也沒有那麼多了。F-35雖然乍看之下全球的量也不少啊，但第一個它本身的量也比不過殲20，而且 F-35它是要分散給全世界，就很多国家都要去買 F-35啊，也包含我們中華民國也要跟着買。那麼它是分散下去的，而所謂的殲20呢，它完全就是針對的保護着中國大陸來的，因此呢，光從量級上就是一個極大的差異。不過当然啦，就是說他們的各自的優勢也都不太一樣啊，而且呢，這不僅僅是軍備競賽上，其實背後凸顯是整個工業發展體系的勝利。就中國大陸為什麼能夠有製造這麼多，而且呢是不斷的量產，這也證明了就是西方過去要靠着技術的封鎖、出口的管制或者供應鏈來制約，來維持自己的戰略優勢。這個模式對中國大陸完全失效了。中國大陸自己的國內在國防工業上面已經完成了內循環，從它的設計、材料、發動機、航電全鏈條都能夠自主。但反而呢，是中國大陸對於西方的武器還可以有稀土的管制來卡西方的脖子。但是呢，反觀美國是沒有辦法來針對說，哎呦，那個你如果繼續造殲20，你如果繼續造6代戰機，美國想辦法卡脖子，卡不了。這才是在未來的這個狀況。那其次就是在整個的戰術使用上，不論是 F-22或者是 F-35啊，它其實是比較是單機型的一種行動。但殲20呢，更強調的是它結合了衛星啊、預警機啊、無人機等等的體系化的作戰模式。因此，未來其實在中國大陸的沿海這一塊，我們說就空中上面的實力，如果到了2030年，先不問會不會發生或打不打得贏問題，而是說美國可能也沒那麼多的武器要來跟大陸打。好，那美國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它的戰機等於是在快速的擴產嘛，那所以川普現在也很緊張，他就說我們不應該使用中國的不管是稀土、它的礦物啊、供應鏈等等，應該要做一個是全美國我們自己專屬的一個供應鏈。但是現在呢，最新有一個數據也特別顯示說，如果說美國你真的不使用中國大陸的稀土的話，尤其是中國大陸現在又卡稀土，美國的脖子卡稀土的話，影響的是美國8萬件的零件都會被制走啊，它的8萬件的武器零件都會因此被制走，這是第一個消息。第二個消息是，這個現在呢，中國大陸還掌握9成無人機的制造等等，沒有了中國供應鏈，美國撐得下去嗎？那苑老師又怎麼看？哎，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哈，這個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了哈。我們要先講一個前提了，那是戰鬥機啊，那做廣告看起來多帥，多這個啊，你不實際上打一打，你根本都沒辦法做判斷了。啊，這個實戰經驗非常重要。現在大家都沒把握，就沒辦法開實戰。那就是去年的5月7號的話呢，這個巴基斯坦好好修理一下印度的戰機，終於得到了那個是殲10了啊！就大家用這個邏輯來推理。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具體的，就剛剛提到了很多的F-35，一架 F-35需要430公斤的稀土。430公斤稀土的話，基本上要挖掉內蒙古的半個山頭啊！你就了解到那個稀土啊，從裡面這個提煉出來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我覺得這個你剛剛問我的問題來講的話呢，美國可能原先在技術領先到志得意滿，居然把 F-22的生產線停掉了。22生產線停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太貴了。美國就沒有必要來維持這麼貴的一個飛機。但是現在的話呢，就是殲20的話呢，殲20A 用的是渦扇15的發動機是自己的，然後殲20S 是2個人一起共同協同作戰。那大陸在這邊的話呢，做的準備上，第一個就是稀土上它自己生產，第二個製造的話。